我家里的人基本上都是牙科医生。我有跟他说我要读 business school， 然后他其实是我跟他是吵架的，然后他大概有2年到3年不接我的电话。我来美国第一份工是去那个快餐厅里面，我的工作就是煎鸡排，用夹子把鸡排一个个铺在上面，1个小时才我忘了大概4块钱美金吧。我们从小的时候被教育就是说啊，你要努力读书，你以后可以进入一家很好的公司，你要稳定的工作，你不用 take risk。其实对我来讲，这是最大的 risk， 因为你的收入、你的命运你是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而不是你自己的手里。不是说你永远冲，永远 all in， 把杠杆开到最大，你就是赢的。其实有可能是，就像赛车的时候，你踩得太多，你会飞出去，你就跑不完这个整个比赛了。我记得我第一次进入股市的时候，应该是1998、99年的时候。很不幸的是，杠杆开太大了。我那时候已经买入苹果，它一跌我就买一点，一跌我就买一点，这样子一直掰着跌，直到我爆仓。今天非常有幸邀请到Vincent，Vincent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投资人，然后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我们知道呢，他是Tasmanian 的这个创始人，一个媒体加电商的一个平台。我们知道早期 Vincent 跟 Elon Musk 在线上线下其实有非常多的互动。And I would like to know why China is the best country to build the first foreign gigafactory. China is the biggest consumer cars in the world, so it's the biggest. So that alone would be enough to do it. 在今天的讨论中呢，我非常想向 Vincent 请教一下他的一个成长经历，然后一个投资还有创业的一个心得。那么欢迎 Vincent。谢谢你，我也很高兴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吧。然后因为最近我也比较很少会做这些访谈类节目，就很高兴。对，谢谢。对，然后 Vincent， 我知道你是香港人，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大概的一个成长背景？大概几岁来到了美国？这样？对，我是香港人，然后大概14、15岁的时候就移民到美国这边来，然后在这边读高中跟大学，然后之后就开始创业了，然后就慢慢接触到投资。基本上就做到现在了。家里也是做 business 的吗？我家里的人基本上都是牙科医生，然后我妈妈，然后我妈妈的外公外婆，还有我阿姨舅舅，他们全部都是牙科医生。但很不幸的，到我们这一代，我跟我2个妹妹，然后我们基本上就不太愿意去读医科。那在大学的时候我妈妈那时候是不是支持，是强迫性的，希望我们都可以最起码往医科那边去。但是我从小就是比较喜欢做生意吧。然后我记得那时候跟我妈就是我升大学的时候，我妈基本上就跟我讲说，如果你读医科的话，那你的学费啊，你的生活费啊，杂七杂八的妈妈都帮你搞定，然后家里都会帮你安排好。那我说我天生我就很怕看到血，我一看到我就很不舒服，然后我说我真的没办法读医科。然后他就说那也可以，那如果你选择你自己的道路的话，那你要付出，你就要有付出，就是因为你选择不按照这条路去走。那我说 OK， 所以我的大学基本上都是在打工上课。那时候好久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都几乎忘了。对，那时候我很记得我的第一堂课，我是把课全部安排在早上大概7点半的时候，然后到12点我就上完课，上完课之后我就12点半我就去打工，然后做一份好像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是去一家华人的手机店
那个年代还有那种华人的手机店，然后打工，然后到6点多就下班，然后再去一家餐馆里面打工，然后做到晚上11点半，然后急急忙忙回家，吃完饭做功课，然后做完功课大概睡3个小时，然后就早上7点半又是上课，然后1到5都是这样子，然后礼拜6礼拜天又去另外的餐厅，因为那时候做餐厅有小费，所以就想多累积一点capital，因为我当时已经想说我自己要创业，我不想帮人家打工，所以那时候就是慢慢累积，在我大学毕业前，可能19、20岁的时候，我就开了我第一家公司了。对，我知道是一个大概是卖 service 手机 service， 然后配件的一个对，就是从第一家对第一份工那边学习，然后就发现说，他们做这个东西好像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改进。如果我自己做，我会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然后慢慢就自己开。对。你大概小时候的性格是如何的？成长在一个比较根据你的描述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传统的一个家庭啊，你是性格是怎么样的？我基本上我是一个很叛逆的小孩，小时候。对，然后基本上那时候，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我在香港读的那个学校，就有可能如果有听众从香港过来，他们应该会知道我们的就在香港叫 LaSalle College。然后它是一家但是它也不是 private school， 它是香港有一种是一半的，就是政府会资助一半，然后有一半是这 in between 那个 private 跟 public school， 然后它在香港是属于 Band 1的。那我们那时候的学校从小学就是只有男生，香港叫做贵族学校，那它香港的贵族学校它只有男校跟女校，它就没有 mix 的。然后我成绩就很烂，讲真的是非常不好。然后小学1年级、2年级到5年级吧，那时候是你要升初中，然后我就知道完蛋了，不读书不行，升不上去。然后因为我从小就是很喜欢体育，然后我的时间基本上都在打球，我几乎都没怎么读书，就是全班。我记得那时候全班大概42个人，我永远都是考42，就是倒数前3名，都是跟人家拼前3名的倒数，然后到最后升初中的最后1年，我才真的是有读书，有认真读书，然后就拿了一个什么最佳进步奖，因为我们那时候同一个级有7个班。就大概不到300个人，那我永远是290几，然后那一次考试是就那2次考试基本上是从290几直接跳到前10名的，然后就进了中学，然后进了中学之后我又开始打球，又不读书了，然后我妈就整个是崩溃，她说你不能待在香港太舒服了，那你给我去国外读书，你要独立一点对，然后就后来就到美国这边来了。那你问我那时候不是一个成绩很好的学生，对 OK， 小时候对。是，那除了体育之外，你当时的这个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兴趣爱好，比如说看书啊，或者就在搞一些小创业的 idea 啊？有没有这些？我小学就开始做生意了，就是我会看到一些，比如说，因为我们那时候读书的学校，家里都是比较有钱的小孩，然后我那个年代就是大家都会玩那个任天堂。就是 Nintendo 比 Game Boy 还早的，我们香港那时候叫红白机，就是 Nintendo 第一代，就是那个卡带你要吹的那个，会吹才可以玩的要卡的。但那时候我很多同学，他们家里就我男生嘛都喜欢打 video game，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他们有很多玩然后不玩的游戏带，然后我记得以前一个游戏带一个 cartridge 的话。好像全新的是大概100块到80到100块港币，那他们玩完就丢在一边。那我去他们家玩的时候，我就会看到，我就说，
我一开始是说你可不可以借我玩，因为我妈妈那时候是不太给我零用钱的，我从小她就不太给我零用钱，那我没办法，那我要买游戏怎么办？那我就问人家借咯。问人家借的时候，然后借一借，他说为什么人家不催我还呢？那我就问他，我说要么你卖给我，反正你也不要，对不对？他说可以啊。我说那你卖多少？他说无所谓。我说那我10块20块给你收，你有多少我就给你收啊。然后他说好啊。我说那你先给我，然后我回头我再把钱给你。我就拿去那个卖游戏卡带的地方，我就拿给他们说我有这个东西蛮新的，那你能收多少钱？他说我收可能35块40块。我说可以啊。然后我就这边倒一倒，这边倒一倒，就赚个10块20块。这就是我小学中学的时候的零用钱零用钱来源。因为我身边不缺这些很多玩这些游戏带的朋友，就男生嘛，男生每个人都打游戏，100%打游戏的。对对，那你这个真的商业的敏锐度从小就很强的，你就感觉到这个商机，即使在自己没有 capital 的情况下，就知道哪里可能有一个差价可以赚。对，就是有点像你现在在任何市场就是赚那个 arbitrage 的那个道理，其实都一样的。对。但那时候不懂，对，然后也是被环境逼出来，因为你看到身边的朋友哇，又可以买这个游戏，哇，又买这个玩具。那时候是我妈是不买东西给我的。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蛮好的，可以逼小孩子成长。对，是这样的。然后那你就是到了美国之后你妈妈的初衷是说让你到那边能够更独立，可能更会自力更生这样一个状态。那你觉得有没有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到美国给你带来了就是怎么样的一个转变，在你的初期成长？有啊。就因为到美国之后，我要打工嘛，那时候因为我想做自己的生意，那也没有钱，对不对？所以就会去尝试不同的工作，像我刚才提到的，在手机店里面打工餐馆那些。那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坦白说，因为它是一个非常 time consuming。然后我当时其实我高中最后1年我就开始打工。我记得那时候第一份工，我来美国第一份工是去那个快餐厅里面，然后它是一家卖那种 teriyaki，就是骗老外的那种 teriyaki bowl。OK， 这个很便宜，它在一个老墨区的那边。然后我的工作就是煎鸡排，没有别的。它就是一块很大的铁板，然后你就用夹子把鸡排一个个铺在上面铁板，然后大概铺50到60个鸡排，然后你就煎要盖起来，然后过一阵子要把它翻过来。那煎的过程呢，基本上那个油是会弹到我的手上面，是很痛的。那我很记得那时候好像1个小时才，我忘了，大概4块钱美金吧，4块是5块钱美金吧。那我工作下来一天可能做6个小时，就20-30块。然后我当时会想说，我靠，如果是我不努力读书，我真的一辈子就是干这个东西了，你知道吗？就很惨，就我操，我的手就废了，你知道吗？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就觉得，真的要。那其实我到美国的时候，其实也比较好，因为我本来的朋友圈也没了。那逼我就很无聊，那就读书咯。就很好笑的是，我从来这边读了3年高中，我以前在香港成绩是非常不好的，然后没想到是我来这边读的时候，我当时也不知道 high school 有那种 honor class 可以拿什么5分，我只以为 A 就是4分，所以我也不懂嘛，刚过来的时候，然后我既然可以毕业的时候可以达到3.6还是3.87 ，It's not bad。对我那个年代，现在是不行了。现在你要进那些好的学校，你没有个什么4.3、4.6，你是进不去的。我那个年代的话，你大概我那时候报很多个学校大学，基本上都手上NYU 然后后来我是没有去那边了，我后来是去了，还是留在加州读，因为生活便宜，
这边。对，那时候对，因为妈妈我又不读医科，那也没有 support，那我只能选择一个我可以 afford 的地方再继续读书。对，这一点我觉得你妈妈也是蛮厉害的，就是说她没有逼迫你去读书，她就给你了选择，哎，你要自己走哪条路，那你就自己去努力。这种感觉能够狠得下心，我自己儿子去打工这么辛苦，我也就让他去做这些事，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蛮了不起的。他不知道我去打工的。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我要打工，因为那时候我有跟他说我要读 business school， 然后他其实是我跟他是吵架的，然后他大概有2年到3年不接我的电话。哇，这么严重？很严重，就好像断了关系一样。因为我那时候讲话太直接，所以可能伤了他的心。那时候小时候不懂，就是现在当了父母之后就知道，其实那时候我这样子讲话，哪怕是对的，也不应该跟他吵架。就那时候我记得是，他就跟我讲说，读医科很好啊，你可以很稳定，对不对？你可以什么可以赚多少钱啊，生活还不错。那我那时候给他的我最大的不想读医科的原因，我当时跟他讲说，我说 OK， 就算我今天读一个whatever 一个脑外科医生，你可以帮人家动手术，好，那你可以算得到一个脑外科医生1个小时赚多少钱。但是你读医科，你是从大学从你出生到大学还要去做intern 那些东西，杂七杂八，等你毕业的时候可能你就30几岁了，可能已经35岁，然后35岁等到你退休，你只有30年时间，可能你运气好的话，你65岁退休，但是医生一般来讲可能60岁就退休，你基本上就25年，25年你扣掉1/3的时间睡觉，1/3的时间休息 ，multiply by 你最高的收入，我基本上可以算得到你一辈子能赚多少钱。It doesn't work for me。那我觉得，如果你今天做生意，你是用钱去赚钱，而不是用时间去赚钱的话，当然你做医生，你也可以 on the side， 你可以去投资。但是我当时的想法就很急，因为我那时候才18岁，不到17岁。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我说这样子的话，我可能一辈子就这样子，我不想。对，但我也不想帮人家打工，因为很多人我们从小的时候被教育就是说你要努力读书，你以后可以进入一家很好的公司，你要稳定的工作，你不用 take risk。其实对我来讲，这是最大的 risk， 因为你的收入、你的命运，你是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而不是你自己的手里。如果今天今天自己做生意，我今天做投资，我亏了，我认了。但是如果今天我是在一家公司里面，哪怕你是做到 chief executive， 你的老板不爽，你就可以把你开，或者是一些办公室政治，很多很多原因，就you taking a lot of risk。对啊，所以我是觉得，对啊，这是我当时的看法。那包括我现在也是这么看。是，就像你即使是说来到美国以后好好读书了，但是你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替人打工。那你去比如说追求这个成绩，那你的意图是什么？说是我需要一个 degree 吗？还是真正说想去读 business 的过程中，我学到很多的知识去帮我做这个 business？ 我是想看一下可不可以，你一定有很多东西你是不懂的，就我当然我刚才跟你分享，我小时候有从学校卖一些游戏的卡带，对，这是小打小闹的。你进入社会，你是要有，就像你如果做生意的话，你最起码你要有 minimum 的 accounting knowledge， 对不对？你连账本都不会看，你做什么生意呢 ？Right？ 那个东西可以帮助到我们现在可以看 earning，right？ 然后你最起码你要有 basic 的 business law 的知识，就是说这个其实是违法的，这是可以的，那这个是可以去告他的。那你这些基本的东西你是要学会的。所以我个人觉得，除了你在大学里面，除了你是读律师、医生，还有那种 computer science 的那种 coding 那些东西以外，其实你读其他的
然后 business 如果你是想往这个方向，就比如说 finance 那些东西，marketing 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不算 marketing 那些什么 international business 那个根本不用，我觉得读了其实对你未来帮助没有很大。对，就那些类型其实对你以后是有帮助的。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读大学的 major 到他出来社会工作，其实是可以说完全没有关系的。对，有70%到80%，对，所以，但是我觉得基本的东西还是要学会。我当时是这么想，所以我想说，我就直接读 business， 我要学我自己想学的东西，就不想浪费时间。你的大部分这个 knowledge 这个知识做 basic knowledge， 然后知识是从课堂上获取的，还是你是非常的主动去课外获取或者读书一些其他的渠道？你现在问我觉得其实90%都是自己学的，自学的，真的因为课本里面很多东西其实它会给你很多 case study。Right， 然后 case study 有很多时候有可能是1980年、1970几年，甚至1990年。But 你知道我们现在 AI 发展的这么快，其实有可能明天跟我们昨天学的东西就已经不一样了。就昨天那一套放在明天可能就已经不 work 了。但是你会学到一些那个 basic 的东西。但是你方法论可能方法论对，但是你要 100% plug 到今天完全不行。对，我自己是这么看。OK， 对，然后那你的这个，我知道你其中的一个在早期的爱好是赛车，就开车，对吧？你大概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接触到这个赛车？然后为什么喜欢上赛车？因为我当时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读大学，我一群朋友他们都在玩赛车，然后我自己就迷上玩赛车这个东西。但是玩赛车是一个很花钱的娱乐，所以我就想说，那既然这么花钱，那就是应该是有钱可以赚吧，就开始做 auto parts。既然这么花钱，而且我又看到身边这么多朋友都愿意花钱，那男生应该没有，现在不一样，现在时代不一样，真的是时代不一样。就是我看我儿子，然后他们不会去玩车，就是改车的人、玩车的人比上一代是少了很多。那个年代是 OK 的。对，这个玩车的过程中，就是它给你带来了什么？是哪些东西吸引到你了？我喜欢学一些新的东西，就是而且可以去有挑战性的东西。那对那时候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当我因为我玩赛车，我不会在那个路上去飙车，那个太危险。我们就去赛车场里面玩。那在那段时间，我的脑子其实是放空，不用去想事情的。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放松，也是一个好玩的东西，所以我就慢慢迷上这个东西。这个赛车有没有从刚才你的描述中，赛车已经给你带来了一些商业的 idea， 就是说这个赛车这么花钱，那我去做这个生意可能也有利可图，对吧？它给你的这个投资带来了一些什么东西？比如说赛车，你开车的一个风格，跟你投资的其中一些感悟和风格，它有没有一些契合的点？会让你整个人变得更加的 aggressive， 就是那时候玩赛车就基本是那个燃油车嘛，然后有领悟。其实你这个问题真的很好，真的有，就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接触过赛车的，可能他们不知道，都以为是你玩赛车的时候你油门踩下去冲最快，那你就赢了。其实是错的。其实玩赛车的对我来讲是你怎么去控制那个油门。就是因为我给你举个例子，一条赛道直线的地方可能就只有2个到3个地方，其实它大部分时间都在转弯的。就是你不管你看 F1 也好，你看什么，那我以前去玩那个赛道，它有13个弯，你的车的马力有多大，你只能在直线的时候就冲那个3秒钟4秒钟那段直线。但如果你能控制在弯道的时候
不用减速这么多啊，可以控制那个速度的话，其实你每一个弯你可以减 0.5 秒的话，你就变成你跑一圈你比人家快 7.5 秒，直线是哪怕你车再快是追不了 7.5 秒的。所以就是如何控制收跟放，然后就摆回投资里面，就是说不是说你永远冲永远 all in， 把杠杆开到最大，你我就是赢了。其实有可能是就像赛车的时候，你踩得太多你会飞出去，你就跑不完这个整个比赛了。对，你赛车开的怎么样呢？单纯从成绩来说，跟你周边这些朋很烂友相比，很烂。装备很好，但是开得很烂。是吗？你觉得这个策略是因为你过于保守吗？是因为可能像你说的，没有，很多人他我是过于 aggressive。我那时候晚上过于我有一台 aggressive，OK， 我有一台车直接冲出去，然后掉到坑里面去了。然后他又拿那个吊车把我车吊回来，就直接卡在那个大坑里面去了。所以我是说shit。然后后来就会慢慢去想，然后就觉得原来其实不是做投资的，但是做人也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有时候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全部都要很冲，然后有时候学会保守，其实也是策略的一种。就好像我以前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比我大很多的，就跟我爸爸差不多年纪的一个叔叔，然后他也是专门做投资的，然后他的交易，他一年只做2次交易，然后他全年都在旅行，而且他赚很多很多钱。你知道他做什么吗？知道。他永远在等 VIX spike 起来的时候，他就去 short 那个 VIX。因为 VIX 比如说你也知道那个波动指数，它平常都是在12、15、18 maximum 来回，有时候到11、10，对不对？但是它一年里面总有1-2次，它可能会冲到30、40，甚至要崩盘的时候到80。正常的话，一般来讲不太过40， 35以上紧绷了。除非崩盘，然后他就是只做这个35、40开始 short， 然后一直收上去，然后掉下来他就赚钱，然后他就去旅行了。这个就是他的 strategy。我的意思就是摆回到之前，像你问我说赛车里面就是赛车油门，对，你要懂得踩或者收，他就是很会说，就是我要你一年把钱放在旁边，你不动，就等这个机会。很多人是做不到的，包括我自己都做不到。你是坐不住的，有钱你就会想买东西，尤其在股市里面，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段位很高的人，他们就知道说 OK 我有一部分在投资，但是有一部分我是做 trading 的。trading 那一块我就是因为每个人 trade 的东西不一样，你在市场里面有些是 long， 有些是 short， 那有些是 short volatility， 有些是 long volatility， 对不对？那每个人他们的自己的策略，自己的觉得这完全不一样。但是就是你要等，就是要等。其实在股市里面，我觉得是你要确保你的资金如何可以在里面待的很久很久，那你其实就会赢。这是因为美国的，你看它过去30年、40年是往上的 ，no doubt。所以你不太，只要你杠杆不用杠杆，或者是不要太过于贪婪的话，基本上是不太会有导致于你说归零啊或者怎么样的情况发生。就除非你选股选的不好以外，对，是。然后我们来聊一下你的就是第一桶金，你真正人生意义上的第一桶金是如何赚取的？你做生意的嘛，就是一开始做生意的时候，能不能讲一下这个 business 稍微？就是做那个手机店，然后手机店卖了之后，就开始做汽车配件。然后汽车配件那时候是有赚到钱的，但是那时候太年轻了，然后也花的蛮多的，对，也花的蛮多的。然后后来是慢慢
其实很可惜的是，我记得我第一次进入股市的时候，应该是1998、99年的时候，1998、1999。那很不幸的是，那时候我是真的是杠杆开太大了。我那时候已经买入苹果，那时候已经买入到，然后在你知道2000年的时候崩盘的时候，基本对.com bubble 的时候，对，然后我就觉得苹果这家公司很好啊，然后没问题啊什么，我就继续买，然后开始用 margin 啊那些东西，然后也不懂那时候的那个券商，他们也开很大的杠杆给你，你也可以开很大的杠杆，然后它一跌我就买一点，一跌我就买一点，这样子一直掰着跌，直到我爆仓。然后爆仓的时候，那时候心情是蛮糟糕的，但是后来可能过了1年之后，就重新领悟到说，不能这样子搞，因为 if it doesn't work， 那你要想一个新的方法，对不对？然后还好那时候也没有说真的赚到这么多钱。那在一个刚开始的时候，资金很小的时候，学会这个道理，总比你到资金大的时候一次全部亏完，那 that's gonna hurt like a lot。对，所以那时候就学乖了，就说OK，哪怕要用杠杆的话，要选对时机，然后不能太多，不能是像不停的这种掰的跌，要有耐心，要怎么做，就是调整一下自己。那一次是一个蛮宝贵的经验的，我觉得是一个蛮宝贵的经验。是你当时的话就是买苹果的这个单纯的股票嘛，没有动期权啊或者什么，但是直接就是说加了很多杠杆。后面期权还有另外一个故事，也是挺血腥的。待会儿可以分享。对，是可以。是像那个像苹果的话，即使就是这么好的一个公司，但是可能在那个不太好的一个时机 .com bubble 的一个情况下，上了太多杠杆，也就是最后的结果很惨，对吧？对，如果当时我没有上杠杆，是完全是 all cash 的话，现在那个可以变很多很多 ，like 是不得了的一个投资。然后那没办法，那时候太年轻了，就你想那时候2000年到现在，今年是25年前了。对，25年前刚好25年前了。对啊，那时候我20几快30，对啊 ，something like that， 30岁。当时你是把基本上所有的资金都是进到了股市里面，到 Apple 里面吗？没有，那时候有一部分资金是买了房子的，然后有一部分资金是放在生意里面，然后有一部分资金是做投资。那当时也不单单只买了苹果，还有一些其他我忘了，有一些其他的公司。对。但是对，可能80%以上都是苹果。那时，然后等到真的是几乎完全是被外爆，然后可能过了1年之后才想又回头继续再买回去，那就学乖。但是就是说在被外爆到我重新再进去再买的时候，那1年时间其实是最宝贵的1年。在反思是吧？对，在反思，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但是我觉得这个 period 是我认为是每个人都需要。就好比如果你今天是做投资，或者是你做交易，你做错了一笔的话，你立马又跳回去，你没有想冷静一下的话，其实你失败的概率会很大的。我觉得是最好是 step aside， 深呼吸，想一想到底是做错什么，然后你的 theory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然后重新再来。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对，然后想问一下，你给自己的定义是什么 ？investor、trader 还是两者不同的一个比例的一个结合？就你的可能投资血液里面流淌的血到底是多少一个 percentage 是 trader， 多少一个 percentage 是 investor？ 现在吗？现阶段吗？对，现阶段的话，或者说有没有怎么样一个演变？有没有一个演变过程？有，当然有，就是
年轻的时候当然是偏向于做 trader 的，对，短期的钱，短期的钱，但是也会有一部分在做 invest， 但是那个比例可能就50-50吧，就是可能50% 是在做 invest，50% 是在做 trading。现在的我大概99% 都是在做 invest， 然后 1% 我可能不太会超过，最多不会超过 5% 做 trading，因为基本上是很少，真的很少。对，是，所以是有一个根据自己的不同的经历在转变一个反思改变策略的一个过程。因为你看那个全球富豪排行榜的话，你几乎是看不到 trader 在里面，right？ 你基本上都是 investor， 都是用时间累积回来。当然你要选对公司，你不能选错公司。你选错公司的话，你放100年都没有用的。对。那你认为就是单纯想在股市里发财，它靠谱吗？还是说你得拥有你的 business？ 像你还有我认识其他一些人，他可能在投资上是很成功，但是同时他有自己的 business。你认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有 business 的话会帮助很大，有 business 会帮助很大。就好比2021年的时候，其实我在 Twitter 上面有我忘了我在 Twitter 上面有没有讲，但是我那时候应该是有叫大家要很小心。然后美联储那时候是说那个 inflation 只是暂时性的，不可能持续的。那时候他说通胀是不可能持续的。然后我当时跟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做投资的朋友，就基本上就是特斯拉群的一些比较好的朋友investor， 然后就跟他们讲说，我觉得这个 inflation 我觉得问题还蛮大的。然后他们就给我 po 了就是私底下都给我 po 很多一些 chart 一些数据政府给出来的那些，说这个东西你看这个图已经曲线走到上面已经要掉下来。我说 no， 因为我自己本身在做生意，我看到那个container 从国内过来的时候，那个价钱是不停砰砰嚓一直在涨。因为以前的时候是从正常是大概1000多、2000多、3000的 range，1000多到3000的 range， 那时候是冲到8000、9000，快到1万，最夸张是到2万一个 container。那我问你，你这个东西你怎么可能不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你 inflation 怎么可能会下来？它不冲上去已经阿弥陀佛了。因为我们在订的货柜是3个月之后、2个月之后，甚至到4个月之后的。So I know the price， 就是你看到 future 的 price 已经 pricing even higher。那你 inflation 你怎么可能是2-3个月可以掉下来？你不涨上去就已经求神拜佛了。那我当时就跟所有人说，不要用杠杆，千万不要用杠杆，我觉得很危险。然后对啊，差不多。做生意其实有 somehow 你可以看到一些你的触觉会比较敏锐一点点吧。因为如果你单纯是个投资者的话，你的 only source of research 你只能从 internet， 比如说X AKA 以前的 Twitter 对不对？大家 post 什么你就觉得这个很 legit， 我 follow 他很久，我觉得他讲的东西靠谱，我就相信他。但是他拿到的数据也不一定是没有被粉饰过的。对，因为我自己看，我当然会去看很多不同的 research， 我也不会单单去说谁，或者是这2个人我 follow， 这是5个人我 follow， 他们都这么说，我就觉得100% 一定是这样子。我还是需要自己去 verify 一下，因为毕竟你今天做投资，你是钱放进去，那你要为你自己的钱最起码负责任吧。所以对，你是 double triple worth， 我觉得不过分。那我做生意的话，我就可以看到说这边有这个问题，然后这边有这个问题。然后当时我看到那个大家用杠杆的 rate is like all time high， 我就说我当时就在想说哇，那时候好像杠杆的率已经超过2倍了，2倍以上到3倍，我忘了2-3倍。那我就当时在想，你意思是股市里 margin 所有钱的
用它是 margin， on average 用 margin 的已经超过 double 了。那我当时就看 S&P， 如果大家都是因为 S&P 就是最好的500家公司，你用 margin 去买的话，你要么就是买了 SPY， 你可能买了 Tesla， 你可能买了 Apple， 可能买了 Nvidia， right？ 可能买了 Google。那这个总的里面，那你的水分不是有一半吗？如果他们被 deleverage 的一天，会发生什么事？那个就是我在想的事情。然后加上，因为第一步是我看到 inflation 是不可能下来的，美联储一定会加息，所以导致我2021年的时候，我在 Twitter 上面讲过，我说我有调仓过，对，就是因为我看到这些东西发生，然后我想说，我要怎么去最起码可以 minimize 那个 impact to my portfolio。对，投资中是吗？比如说上个周期做一个例子，你做了哪一些能够保护你自己的一个举动？大概因为那时候2020年、2021年，就基本上大家都是重仓在特斯拉里面 ，no doubt。然后我是从2020年2月份去。2020年1月份还是1月初采访了伊朗，然后那一次是很有幸有进去，在采访他的前一天，我们去了 Hawthorne 的 SpaceX 的，那时候只有 Hawthorne， 没有现在这个 Starbase 这些，然后就看到它里面怎么去制造那些火箭啊，然后它里面的仪器，它那个时候它已经有那种金属的 3D printer， 而且精准度很高，是可能全球只有那时候他们介绍那个全球好像只有3，然后说哇，然后看到他们做那些火箭的 body 也是 carbon fiber， 然后就很多一些 mind blowing 的东西，然后刚好就到2020年底差不多 COVID， 那时候就 COVID，2020年不是 COVID 嘛，对不对？然后对那时候就刚好有一个机会可以投 SpaceX， 然后就是我们2020年我一开始是我公司，我们有一个投资公司，那我跟我合伙人，我一开始就第一笔就进去了，在2020年的9月10月，然后直到2021年，我看到整个市场有很多问题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在想说，如果我的钱是在二级市场里面的话，那很有可能那个 impact 会非常非常大，但我又不想把钱抽出来变成现金，因为我一直都认为是现金，你永远都是贬值的。你放在一个if you holding cash， 你基本上你是每一年在 deflate 10%的，是你的资产只会不停的缩水。那我当时 evaluate 一下当时特斯拉的股价还有它的周期，还有它的valuation， 就把它一部分调到 SpaceX 过去了。对，那当然这个动作导致于的那个trigger 了那个 tax event， 那也是很痛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你毕竟你还是要交税嘛，你活在美国对不对？你赚了钱你就要交税，然后就调仓调过去，调了一部分过去。这过了这4年吧，4-5年吧，这样子回头想起来，那时候是应该多调一些过去，要多调一些过去。这毕竟对我来讲，是你投在老马的公司，只是你从 A 跳到 B 而已。对，然后一家比较小的发展更快速的公司，那我个人是比较看重 asymmetric 的那种东西的，就说当你是冲到比如说$1 trillion， 你能再翻倍或者翻2倍的概率，一定比它几十个 billion 的公司小很多。如果你做足够的 research， 你对另外一家公司是有信心的话，因为我相信一句话，就是你永远赚不到你知识以外的钱，就是你今天你能赚到的钱是等于你做了多少功课的。没有，哪怕你买到一家很好的公司，你是 hold 不住的。这个在我身上经常发生 ，like all the times。因为每个人只有24个小时，那我也买到很多很厉害的公司，然后 but anyway 我 hold 不住，它就
你就赚不到这个钱，因为你没有做功课，你就没有这个 conviction， 你没有这个 conviction， 你就经历不起这个上上下下的这个波动。对，但anyway， 就是我那时候就刚好就掉到那边，就我认为在 private equity 里面，它的波动率会更小一点。对，那不会太影响我，因为他们基本上是每半年只会做一个 evaluation， 你不会看到股价是每天上下，因为每天股价上下其实意义不大。就是上一个 cycle 的时候做了其中一个动作，就是调仓，把那个部分的特斯拉调到了 SpaceX 里。对，那你有没有做其他一些动作？比如说，举个例子，你买了一些债券也好啊，还是说其他东西比较保守的一些低风险的一些资产，然后降杠杆，有没有做其他一些动作？那个时候在我调仓之前，基本上已经没有杠杆。就是零杠杆，然后债券的话，我坦白说我有尝试过买一些债券，但是基本上是 hold 不住，因为 hold 债券你是要有一个用时间去换空间的一个动作，而且你的 growth 不会太大，当然是在那个时候，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其实我对债券也没有到很大的了解，但是以过往的经验来讲的话，债券可能不太适合我的投资标的吧，投资风格，对，所以那时候基本上就是调仓，然后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自己我相信大部分人啦都会有自己一个 model， 只会算说特斯拉。今年会达到多少钱？明年会达到多少钱？5年之后会达到多少钱？然后在2021年底的时候，它基本上已经达到我今年的目标价，2025年，但我又不想卖掉，你知道吗？所以其实那次调仓是被强迫性调仓的，不是我自己愿意卖出，因为是。那时候我是做了一个，我想了蛮久，然后有问过一些比较专业的做期权的朋友或者一些专业人士，然后我当时是卖了一个很 deep in the money 的 cover call， 我不知道你对 cover call 的认知大概有多少？你大概知道？对，我大概知道，就是说你可能股价现在400的话，你卖的300的一个长期的一个 cover call， 对吧？所以你把上涨赚权利金赚权利金，或者是你把你的 upside cap 住了，然后你就对，或者是你现在是400，你卖个500的，所以500以后就不关你事了，就是他甚至会超过的时候，他会把你 call 走，以500的价钱行权把你股票买走。当时是1200，我很记得我是卖了2年的5块钱的 cover call， 是 deep in the money 最低的，就基本上是 cash out 了。但我当时的策略是，如果它回调，然后比如说回到 I don't know， 那时候是1200，回到700、800，我可以把它买回来，但是我就有现金可以拿出来去买 SpaceX，right？ 对，那我也不用交税。因为我不想 trigger 那个 tax event， 但是因为我问过好几个人，他们都说不会，日期没有到，没有人会 exercise， 你哪怕 deep in the money， 都没有人会 exercise。那我说OK 啊，那我就直接干到最低，就是5块钱的那个1200卖个5块的 cover call，就基本上是那当好死不死就被 exercise， 就可能过了3 weeks 3周4周我就。但是当然我没有 full position 去做这个动作，我只想把这个钱拿出来，然后我就可以去买 SpaceX， 对，然后我又不用去交税。结果他 exercise 那行权了，那就等于是你卖掉股票了，那我就被迫要交税了，对，就 trigger 那个 tax event， 就是强迫性被调仓了。对，当时就这样， OK， 这样子。OK， 对，然后
对于这个 cycle 的这个意识，可以看到你在上一轮这个 cycle 中，你是敏锐的意识到那个点可能是一个高点，然后有这个风险。在之前这几个 cycle 中，你有相同的操作吗？对，这种东西其实是一个概率的问题，不可能有人是完完全全可以猜得准，这里面一定有运气的成分。第一，也有，就像上一个 cycle，这个 cycle 好了，如果我是真的这么有信心的话，我可以直接去全卖掉清仓。我也不会全卖掉，我甚至我去买 SPY 的 put 就好了。那我可以赚很多很多钱，对不对？但是我没有去做这东西，因为第一，没有人可以100% call the top， 对，也没有人可以100% call the bottom。那你只能看一个概率。那我当时的用意其实没有到50%以上是为了避险。如果我是为了避险，我可能会 hold cash 或者是买 put， 对不对？我只是想纯粹是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加仓 SpaceX。那我认为这两家纯粹是因为两家公司它的一个 valuation， 那时候的 SpaceX 的 valuation 是那一次那个76个 billion， 76 B， 那它今天是350 billion， 然后当时特斯拉也是1 trillion。 那我会觉得说这两家公司在未来10年的发展，你以一个 asymmetric 的角度去看的话，哪一个翻倍比较多？当然特斯拉也是会继续上去，它后面有 Robotaxi， 那个 Robotaxi 有那个 Optimus， 就是也是机器人也是很 exciting 的一个东西，对不对？但是你从一个 asymmetric 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一家公司的成长率是比这个高很多的，而且 it's still a private company。那如果它有一天是 go public 的话，它又会翻几番，可能一番两番 I don't know， 就看市场的 sentiment， 对不对？但是你有这个 catalyst 在那边， so I think it's a better bet to 换一批过去，对我来讲是 that's a no-brainer。我们待会儿可以回来聊一下这个 SpaceX。当时你为什么会觉得就是SpaceX 它可能是一个低估的一个状态？因为不代表说市值低就能涨，它到1 trillion 它翻10倍就越高，对吧？对，我知道，所以你肯定有自己的逻辑在里面，对，你肯定有自己逻辑在里面，所以之后我们可以聊这一点。但在之前呢，我想问一下，我跟你之前线下我们聊天的时候，你说过你可能投资一个标的可能需要一年的研究时间，或者更长。那对，你能不能给我们还原一下你的这个研究投资标的的一个 thought process 大概是怎样的，然后怎么去进行一个研究然后怎么进行一个建仓？通常我自己是就好像你给我推荐 Lemonade 一样，对不对？我会是用 Lemonade 做举例。对，我觉得一个很好，因为我觉得像在这个 market 里面，你每天都有一些新的东西，尤其是现在人工智能会 disrupt 很多不同的行业。那我从你身上也学到说，原来 Lemonade 是这样子，然后我去慢慢听你讲，然后花时间去看，然后去研究。那我自己基本上我是会一开始会放很少，然后在里面，因为如果你没有完全1块钱都不摆进去的话，你是没有这个心思去研究这个东西，你不会去 follow 这个东西，关我屁事啊，这个东西，对不对？然后你需要一个时间，比如说短的话，可能2个财报、3个财报，你看一下它之前一个 earning call 里面讲的东西，它有没有 exercise， 有没有做到？做到多少？然后整个市场是不是按照这个方向去做？因为好公司不代表它有未来，因为你没有 tailwind 的话，你是做不到那种乘以2乘以3这样子爆发性的成长的。就比如说，如果老马我举个例子，像特斯拉电动车它很牛逼，很屌。但是整个政策是不支持电动车的话，你是搞不起来的。就像你人工智能很屌，你的 GPU 很厉害，你的 Blackwell 很强，没人用啊。大家不
不觉得这个东西是有未来，或者是但是没有这个需求的话，你一个很厉害的产品，你没有 tailwind， 没有大家一起去这样子的话，我觉得 tailwind 比公司更重要。我给你再举个例子，像当年的特斯拉，你看它旁边那些什么什么小鹏、NIO 什么蔚来、力，还有之前那些什么，哇靠，那些 valuation 都涨到疯掉了 ，it's like ridiculous。因为它刚好就在这个 sector 里面，那它有这个 tailwind， 大家就会往这边冲，热钱就往这边去。那 tailwind 其实是比你选对行业比选对公司重要。如果你选对公司，也选对行业的话，也有这个 tailwind 的话，恭喜你，你的回报可以是乘以2、乘以3，甚至到乘以10，it's doable。所以我要看到是有没有这个 trend， 有没有这个趋势，有没有这个 tailwind， 然后在这个行业里面，我要找到 leader， 我只买 leader， 我不会买第2名。就像那个我这么说可能对某一些 AMD 的股东不是很好，但是我的概念就是，我在 Twitter 上面 po 我会被人家骂，我说如果我投我就投 NVIDIA， 我就投，因为这个市场就是 winner take most， 我不能说 take all，但是就是 take most。你看美国特斯拉的电动车，就销售量就是占了80%-90%， right？ 然后其他能卖，但是占不到一个大的比例。就是在这个市场，在这个趋势之下，它就是 winner take most， 就是这么简单。除非整个 trend 改变了，它不代表说它不会改变。是你刚才提到2点非常有意思，深入聊一下。一个是这个 tailwind，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像你说的，这个市场上每天都有新的一些产品、新的 idea、新的一些 trend 在出来。那你是怎么确定你站在是一个正确的 trend， 可能能成为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而不是昙花一现？然后你怎么确定自己的入场点不是过于早？那就是意思是它可能在于一个比较大家情绪的最高点 hype 的高点，你去当了一个接盘侠，走到了一个最高点这个状态。这个其实是挺难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以往的做法，我基本上都是我的缺点就是进场太早，真的是真的，这是进场太早，就是然后你要有一个很 long period of waiting， 其实对于投资来讲是很不利的。就你们可能会觉得哇你很厉害啊什么什么或者是谁很厉害早期的特斯拉投资者，但是有没有人想过说我投进去的钱2013年到basically 14年吧，13年进去，然后14有涨了13年有涨了一下，然后14年到19年是 it's like dead money， 它是完全不动的。那笔钱你要计算是每一年你有一个 inflation rate 是大概政府说 2%、3%、4%， that's bullshit。那基本上我觉得你没有个，我都跟朋友分享是我很保守说你没有个 7.5%， 你的钱是在 shrink 的，是缩水的。那14到19年基本上5年都在缩水那笔钱。如果你是很 efficiency 的运用那笔资金的，你可能是先放到这边，然后再放到这边。当然这个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对不对？所以你这样做投资就变成要有一个取舍。所以那怎么样不要买 buy the top 的话，最好的情况就是说，当你发现这个趋势，你认为是未来的，然后你要找到一个 field 或者一个公司有 conviction， 但是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你不能去找一个标的是大家都认为说哇 yeah this is the future like 肯定 OK 没问题的 yes 肯定 OK 没问题，你的股价可能也就是 OK 没问题的，就是慢慢像个 S&P 这样子。因为当然大家都想找一个爆发性很强的什么
什么 tenfolder 什么10倍的5倍的20倍的 like 但这种东西不是天天发生，而且你要第一要等待，第二你要 research， 然后里面有一些是说你要找到反对声音很大，而且你敢投进去，代表说你做的功课是比别人可能多了10倍。You went deep into the rabbit hole， 你可以发现到一些大家看不到的东西。那你因为如果大家都看到了 ，it's priced in already， 哪怕它还没发生，我自己是这么看。要么是这个投资是有门槛，不能大家都进得去的，要不然的话你是很难，就是你要找到一些争议性比较大的，然后大家看不到。所以你说到一点其实蛮重要的，也是霍华德马克思就 Howard Marks 他的一个比较投资理念，他意思是再好的标的它也会有被高估的一个价格。你还是要，他说再差的标的呢，它也有一个被低估的价格，这是他的一个理念。但是你说到了，就是你是不会去投这个赛道中这个好的赛道中的第2梯队的这个公司，甚至是第2名你可能都不去碰。但是你会不会去考虑一点，就是也许这个公司它在某一个阶段是被低估的，我去投进去去赚它那个上涨的价格，你会这样做吗？还是你就愿意说我去在一个早期找到这个赛道的第1名，然后去做一个长期的一个投资？其实最理想的是你找到一个赛道大家都看不到的，然后在里面找第1名。但是如果比较懒的人，通常都会去找赛道一个你认为是有一部分已经看到是未来的赛道，然后你在里面去找第1名。对，第2名通常除非数据上告诉我他是可以从第2名以一个1到2年之内他可以超越第1名的那个做法，就你最起码有 evidence， 有很多东西，就每个行业不一样，你其实都是可以找到数据的，就是看你能花多少时间。就等好，我给你举个例，像以前的雅虎也是很厉害，对不对？后来不是被 Google 赶上了嘛，对不对？以前的 Salesforce 很厉害，他马上就被 Palantir 追上了。Like you have to define 那个我所谓的第1名，不代表说他是现在的第1名，是因为你投资是往前看的，你要他是未来的第1名，而不是说我现在我只能投，因为有一些东西除非基本面出现改变，像现在在 AMD 跟那个 NVIDIA 还是拿这个例子，NVIDIA 还是占了 95% 整个人工智能的那个派里面。除非我看到这个他们在慢慢的改变，就比如说它开始变 93%， AMD 是可能从 4% 跳升到 6% 了，然后基本面开始改变，那个就是我第一个 alarm， 我要紧看着会不会出现这个变化。那其实大家投资者也在看这个东西，对，不代表说对，不，我是认为是投 leader 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没有这么多时间，我相信并不是每一个投资者都有这么多时间去做 research 去看这么多东西，而且如果你看超过5家公司以上的话，你基本上都不用睡觉了。我其实不是很懂这些基金经理怎么可以看这么多家公司，如果你要 deep research 这几乎是不可能。对，所以你能不能总结一下你投资标的的一个选择的一个原则？你刚才其实提到了有些点，但是你能不能总结一下你整体的选择投资标的原则？我投资的原则是 OK， 那首先是我在每一个年纪追求的东西反而是不一样的。就好比投资者像你有对不对？你大概是30岁这个 range， 我会觉得你可以 go aggressive， 你可以去投一些 aggressive 的公司 like aiming for growth 一点的。那以我的年纪我现在已经40中超过40中了啊，然后可能我现在的计划就已经开始在想说maybe like 50岁我就要退休或者是 whatever， 然后我要投的东西我可能会比较
conservative 一点，保守一点，真的是保守一点，是 preserve 那个 wealth 为主的，然后 growth 可能是我的第二位，然后甚至于你有些听众是可能就25岁呀，25岁20岁，这直接 why not right go big or go home right 对不对？就当然是跟他拼了，对不对？因为你年轻嘛，你年轻，第一你能亏的钱是有限的，但是你可以从中学到很多很多东西，这些是 priceless， 真的是 priceless。那对你以后帮助会很大，总比你等到我这个年纪，然后你一直很保守，到我这个年纪，你觉得啊完蛋，我要冲一把，然后要开杠杆，哦，那你就那就完了。万一一个 crash， 那你就哇哦，就很可怜。那我自己选标的，我现在选标的来讲的话，我会花很多时间去做 research， 这个 asset， 不管是股市也好，或者其他地方，然后我要确保我有75%到80%以上的概率，我是不会亏钱，而不是赚钱。我想是不会亏钱，70%到80%，然后它的回报是不是超过我要的？这跟风险跟回报的比例合不合理？就是当然我 take 比较 low 的 risk， 我对我的 return expectation 会降低，对不对？对，如果你要投一个风险资产，你当然是要求一个回报很高的，要不然我干嘛要拿这么大的风险呢？所以我现在选就会，然后要看那个趋势，就是这个行业是不是它有足够的 tailwind 去把它推上去，然后它对标的是什么东西，在这个 field 里面它对标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 disrupt 到另外一个东西，它的 TAM 它的 total addressable market 到底有多大，或者是它未来做的那个东西的 TAM 能有多大，它能在这个 TAM 里面占到多少，你的 expectation， 比如说我觉得它这个 TAM 可能有$3 trillion， 那我认为它可以拿到30%，然后我的 expectation 在这边再除以2，再降低。那因为做投资最怕的就是你期望值它拉得太满，它达不到，你就会整个情绪就会 crash。其实控制我们自己情绪是一个很重要，就是当你期待值没有拉到这么满的话，哪怕你错了，你不会这么伤。就比如说好比我说今天比如说特斯拉，我就随便乱讲啊，大家不要介意，就是现在比如说350、360这样子，我就说我估计600，我算在比如说600，但我心里我会跟自己说可能涨到450我就 OK 了。那如果超过450的话，我很开心。如果它达不到450，可能430、420，或者是刚好到450 I'm fine， 就差不多跟我的预估差不多。因为如果你把它拉到600的话，那万一做到450，你会觉得怎么这么烂，怎么跑不到这个位置，你整个心态就不一样了，那会影响到你后面做的其他的invest 也好，或者是投资的，你 hold 不 hold 得住你的 position 啊，整个人的心态很重要。我觉得是，像你刚才提到，就是其实网友在留言中也说到了，Vincent 在 X 上感觉总是看起来云淡风轻的，就对于自己的很多投资，这个心态对于起伏都把控得很好。这个降低 expectation 是不是你自己最重要的一个秘诀？你第一你要有一个合理的估算，就是我 Tesla 或者是 X 上面吧，不要说 Tesla， 就是 X 上面，我会看不同的股票群啊那些。其实很可怕一个东西，就是大家把那个预估那个 expectation 拉太满了，那一旦跌的那天，大家都跑出来骂，要说老马这个，要说他这个，我觉得这根本就没什么，对不对？他也是人啊，对不对？那他也有这么多家公司，那他不讲不代表他不做这个东西 ，right？
人家也对没有这个义务给你报告说，哦，我今天其实我花了45分钟在处理特斯拉的东西，我花了30分钟在处理 SpaceX 的东西。Like 他们做很多东西 behind the scene，you never know，right？对啊，就只要你没有把那个期待值拉得太满的话，你自己该干嘛干嘛，该工作，该陪家人陪家人。那其实像我自己去做运动啊，去健身，然后去陪家人这样子，还有公司要处理一些事情，那大概看一下，我觉得大概价钱看一下说，这个价位啊，我最近可能要抄底了，差不多到这个价位，那我就动手吧。因为有些人会去，我也会看图，但是我不会去计较到说拉条线，比如说一定要跌到什么多少点多少我才会进场。我基本上是看差不多到我心里那个位置，好，我 market order 我就进去，买完我就关机，我就不看了。因为对啊，因为上上下下很正常每天。对，是像你刚才聊到，其实年轻的时候你认为是可以 dream big， 然后要不就赚钱，要不就回家这种感觉。但是你自己在早期的时候，你刚才提到过，其实你是有一些特别大的一些可能挫折的吧，包括你刚才说有一个杠杆的一个故事，你能不能分享一下，然后让你从中可能学到了一些什么东西？你说那个 option 的那个东西，对，有啊，那次是可能是我人生之中唯一几次有去做空某一些公司的。因为我是一个不太确定的人，因为做空其实比做多难太多了。因为第一，你时间要抓得对；第二，你要比做多的做功课多很多很多。那个教训很大，就是那时候刚刚习近平上台，那时候okay, 真的，然后他就打贪污，然后反洗钱。那我当时一想，就是说，那可能赌场会受到影响，尤其是澳门。那在澳门里面，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就是 Wynn 啊 San 啊，就是威尼斯人嘛，就 San， 然后那些 MGM 那些应该是会受到影响，因为他们的业务当然不只有澳门 ，but it's a big， 就可能当时占的 percentage 也不少，因为确实有很多官员啊，有钱人去那边所谓的赌钱，其实都是在洗钱。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可能会开始 price in 到它的earning 里面。那我当时就买了，从那时候我很记得，好像是从60几块，我就开始买它的 put。那我当时想是，我买6个月的期权，它在未来2个季度的 earning 最起码有1个季度会反映出来，然后会开始有 sell off， 然后我一直买到它70几块，我还在买那个 put， 因为我有6个月时间。然后我每天都在看香港的新闻，因为香港那时候就会报今天澳门那边的人流量减少了多少，然后因为习近平的新的政策出来。但是最好玩的地方是，美国的 media 是完全不报这个东西的，好像你在看美国的新闻跟看香港的新闻it's like 2个世界的，一边是哇好悲惨，然后没有人过去，这边是哇赌场生意很好啊，中国那边grow 了 analyst 又在 upgrade， 又觉得什么，然后呢股价涨，这股价跟基本面已经脱离了，越来越多了。然后我当时就是很懊恼，然后一直到它好像最后涨到70-80块吧，然后我的 option 基本上一个 earning 都没有反映出来，然后就变废纸了，就真的是变废纸了。然后再过了2个月，美国的新闻就出来了，说那边 earning 不行啦，就赌场没人去啊。它从70几块一路跌到好像20几块。那是我是 bet 对了，但是那个 time frame timing错了。那我低估了庄家出场还是要时间的。That's what I learned。就是这个就是我自己会觉得说，OK， 你最好不要跟时间做敌人。You want to be
那个时间是站在你这边的。那个损失也是不少，也有6位数的损失那一次。对，也是一个蛮痛的教训，对于当时来讲。对。然后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风险的意识，对吧？那没错。你在股市中，你认为该存在一个怎样的一个风险意识？因为你在早期投资了很多这种比较成长性高，但是相对 risk 也比较高的公司，比如说特斯拉，然后包括 Bitcoin， 可能 SpaceX， 相对这些可能都是一个不太明朗的一些公司。那你是如何做这个风险的一个控制的？其实我投的这些公司有风险，没错，就是一定是有风险的。但是对我来讲，就是它的风险的多少，如果你是一个比较不做功课，或者是你做功课不够深的，你会可能觉得风险是这么多。但是如果你仔细去做，然后做功课，然后深入去想，到最后的话，其他风险是远远低于你的，就是它有一个 misprice， 市场会有个 misprice， 因为你看到的 media 它会给你讲一个东西，他们给你讲的东西是他们希望你知道而得到这个结果，而并不代表是真正的事实。所以为什么那时候我去弄了一家 media 公司，其实这我不是为了赚钱，我就是火大，你知道，或者是说我觉得这种知识不对称，就是你本来应该是这样子，就好比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个做空赌场的那个例子，这就是两边不对称的一个东西。那就可能我那时候 too young too naive， 太年轻太天真了，对不对？就这样子。但是现在其实如果你像 SpaceX 也好，你说比特币也好，或 like Tesla 也好，早期的 Tesla 也好，是不是没有风险？它有风险，每个东西都有风险。但是你做的功课够多，或者是你深入去了解，用过他们产品，或者是自己尝试过之后，你会觉得其实风险没有你想象中这么高。然后慢慢你的心态会变成说，什么叫做风险？到底是投资是风险，还是你不投是一个风险？那后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投反而是一个风险。那你这个比例是怎么掌握的？你会不会说我投这个我就要把我们也知道特斯拉很多群体中有这个 all in 的一些做法嘛？那你会说我把很大一个仓位就压到我这个标的里了吗？你会这样做吗？当然不会。我通常一个新的investment 是不是全部，一小部分是我没有 conviction， 我就会放很少一点点，就是几乎是没有就没了，我没关系的。对。然后如果我有 conviction， 哪怕我有 conviction， 我通常第一个 initial 我不会放超过 5%， 因为我知道我其他的 95%， 它只要那一年涨一点点，我就足够 cover 我这 5%。然后慢慢我就会可能这边赚点钱，这边挪点钱，就把它变成 10%， 或者到 15% 一个 new investment， 然后就好像你买，好像你我不赌钱 ，but like 就有点像你买赛马一样，你都 bet 这个 bet 这个，就让它跑，看哪一个是可以 outperform， 然后你就慢慢再调仓，慢慢调仓。这个好 OK， 那我调一点点过去，然后让它跑得更快。不代表说，因为我记得你下面留言有个人问我说，你会选择在什么时候离场，或者是 take profit？很简单，我的逻辑很简单，就是我看到更好的机会，我就会调仓。对，如果没有一个，就是要衡量那个 risk 值不值得我这么做，然后它的 return 够不够高，然后当然是最好找一个 almost zero risk， 然后回报很高 ，but that's no such a thing， 你是永远找不到这个东西的。但是你就要衡量说，风险。那每个人年纪不一样，就我相信你的观众也有一些是像我这个年纪，甚至比我再年长一些的，他们的看法可能会更偏向于更保守一点的 ，which is make a lot of sense， right？
然后所以对，你就我基本上新的我就会慢慢这样子上去。对，你多次提到这个 risk reward， 你会去思考这个作为你一个投资的决策的一个重要指标。那这个 risk reward 你是能够一个比较量化的一个东西吗？还是比较一个 qualitative 的一个思考？可能是我比较是想说，如果我今天去投一个新的标的的话，我会先想第一个问题，我会先想，当然你要对公司有了解，对不对？然后第一个就是我会想说，如果今天我这笔钱摆进去，我的 risk to lose everything 有多大？如果超过 25%, I'm not going to do it。这我现在这个 moment。然后 OK， 如果你说OK 有75%的概率不会这样子，那我还是会有一个心里一个底线，说一个止损点。止损点就是看你的 conviction 有多高，你做多少功课，你对这家公司了解多深，对不对？你有听透到他的财报，你有看他的 earning， 他们的development 做了多少，有没有兑现他们之前的承诺，然后说有他们一直在进步，哪怕股价往下跌，我都愿意继续 hold 下去，因为我看到他们是可以 it's a comeback story， 对不对？然后第三个我会想说，如果这笔钱全亏了，我剩余的 position 可不可以帮我赚得回来？就比如说 OK， 我就拿100块来讲好了，我今天我可能这家公司我有 conviction， 好，我先调5块钱过去，我还有95块在我的口袋里面，这个新公司只有5块钱，然后跑一跑，这95块可能变成96块，因为它已经是很稳妥的投资，但是这个5块钱变成10块了，但我会觉得那这个东西为什么它跑得这么快？是不是它的S curve 来了？是不是它的 moment 来了，对不对？那我可能会从这边，因为这边那比例已经不一样了，原来是95对 5%， 那现在可能这边是96，这边是10，所以你的 ratio 又产生了改变，你不止 5% of your portfolio 了。那我会说 OK， 我衡量一下，他们现在公司变大了一点点，那我从这边再调个可能15块过去，他们10块这边是25块，那我这边可能就剩80几块，那再慢慢跑，这边就可能又会涨会跌，然后你要慢慢看这个东西，然后这个行业的发展去调仓，或者是中间的时候你也会找到新的机会，你可以从这2个地方再各抽1块钱1块钱先试试，不行就算了。因为一开始如果你没有放很多的话，这个 loss 是very minimal， 你原来的投资是绝对够 cover 你这个 loss 的。就是新的东西我基本上是不太会放超，我自己现在会更保守，可能放 3%, 5% 的 max， 然后让它跑一下，再看个几年然后再说这样子。对，像你刚才提到了比如说你在 build 一个 position 的话，可能是一步一步的去做这个加仓的动作，可能先需要看它的在过去的财报中它有没有做到它所说的，然后这个行业有没有按照预期的方式发展。那我想问一下你自己认为，就是说你个人的执行力是怎么样的？你的执行力控制力会不会受市场的情绪影响？我觉得还是看心态。因为我以前是会有时候年轻的时候会跌下来说好像世界末日，然后涨上去就觉得自己很厉害。其实现在就不会，因为你涨跌其实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坦白说。那你自己会有，如果你有一个 model， 然后你有一个就是对你对这个不管是公司也好 asset 也好，你对它的认知到哪一个 level， 就代表说你涨上去的时候你也不会说完蛋了，它会不会回头赶快卖掉， right？ 跌下去你也不会怕说完了赶快 take loss， 赶快止损，因为你知道你很清楚这个东西。所以我自己基本上就可能会对某一个 asset 我的公司我会有一个预估的价钱，然后如果它破了或者接近我那个底线的话我会增加，然后如果它超过，我要看超过多少，然后如果是按照正常可能会做一个减仓。
要看它未来的发展，未来的竞争对手，然后它整个它的 asymmetric 相比其他的机会，那才会决定要不要调仓。你说经济周期 cycle 不是我调仓的原因，我不喜欢 trade 这个 cycle， 因为没有人知道，我感觉 cycle 可能会越来越短，而且越来越，你以前可能是10年、8年一个 crash， 以后可能是会更平民，因为现在很多都是 algorithm， 然后后面还不是有很多 AI 的那个操盘手啊，你要去做这个波段很难的，我觉得。所以是不是我可以总结起来说，你对于应对 cycle 的一个动作是去做一个说我是要我的 position 还在那，只是我要增加防守还是去增加进攻，这样去调整这个状态比例应对 cycle。我以前应对所有的 cycle 其实都是在进攻，我没有防守过。我其实真的，哪怕我掉到 SpaceX 也不是防守，真的没有人知道说private equity 在22年的时候也是跌得乱七八糟的。那时候很厉害的那个ByteDance 抖音的母公司，对，一样，当然它有政治因素，它的 valuation 被砍半，400个 billion 直接砍到200，还有100多看过，然后很多一些都有在跌，很多都有在跌，其实，但 it's no guarantee，但是我只觉得你如果投一个有价值的资产的话 ，you can ride through all the storms。对，就不管风浪是怎么样，你到最后你还是赢的。那如果你是要去抓那个楼梯的话，你要么你技术真的很好，对。所以你认为就是在投资中取得成功的关键是什么？根据你自己的这么多年的经验来说，如果有一个比较年轻的投资者在你面前，你可能想用2-3句话把你的这个经验总结一下，你会怎么告诉他？不要天天 trade， 少做少错，真的，因为很多时候不要，然后尽量不要太 emotional， 不要情绪化，因为情绪化会让你做一些你本来对的东西，你会把它弄错了。就明明你买了一个很好的，你明明没有开杠杆，然后你明明这样子，那你就又去我要去 hedge， 我要去做这个，我要开杠杆，然后到最后你就本来把一个你的 plan， 你就是你 plan your trade， 然后你要 trade your plan， 或者是你 plan your investment， 然后 investment your plan， 按照你的计划进行，然后这样最简单的就是要选对标，我觉得要选对标的，就 invest， 然后不要 over invest， 就是不要影响到生活，因为影响到生活就是说你这个月买菜的钱，然后你是拿去拼一下，然后就完蛋，你的心理压力就会很大。